大家早上好，我是凯文。今天是我们的移动日，我们将会离开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市，将会前往俄勒冈的海边。今天的行车路程呢，大概是210多英里，不到350公里的样子，大概要开4个小时左右的路程。Melody 呢还在房车内部收拾行李。我们大概的分工呢，是我主要负责外面，Melody 主要负责的房车里面。好，我们俄勒冈州见啦！我们现在来到营地的排污站，也就是把我们这几天房车里的这个黑水排放在这儿，还有呢累积了一点的灰水。虽然说前几天 Kevin 用灰水桶已经来排污过几次，但是还剩余一些。一般呢，他都会先戴上一次性手套，然后呢，把排污管呢接出来。我们先会排黑水，黑水排完之后呢，再排灰水，这样呢，灰水还能把黑水冲洗一下。当然，这个排污站呢，它也有清水，可以让你清洗管子。所有的程序完成，我们就要去往俄勒冈了。从西雅图前往俄勒冈，我们需要走5号高速。5号高速公路全长大约1377英里，换算2216公里，是贯穿美国西海岸最主要的南北向高速。它北起华盛顿州的加拿大边境，南到加州圣地亚哥的墨西哥边境。如果你沿着5号高速公路开下去，基本能逛遍整个美国西海岸的大城市，甚至也可以通过加拿大前往阿拉斯加。所以美国人常说，要么走95，要么走5号。这2条高速穿起了美国人口最密集的2大海岸。面前的这座桥建于1930年，叫做 Lewis and Clark 桥，它是纪念刘易斯和克拉克探险队命名的。这座桥横跨在哥伦比亚河之上，哥伦比亚河全长约2000公里，是美国西部最大的河流，发源自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落基山脉，一路向南流进华盛顿州，再折向西，最后注入太平洋。它刚好是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的天然分界线。1805年，200多年前，刘易斯和克拉克探险队就是顺着这条哥伦比亚河抵达太平洋的。那时候，他们是第一批把美国从大西洋一路连到太平洋的人。面前的是阿斯托利亚，它建于1811年，是俄勒冈州最古老的城市，也是美国西海岸最早建立的永久定居点之一。小镇保留了许多历史建筑，尤其是19世纪的维多利亚风格建筑。它是由美国商人阿斯特的太平洋皮毛公司建立，成为美国在西北太平洋的第一个贸易站。可好景不长，1812年英美战争爆发，美国人担心要塞被英军占领，只能把它卖给加拿大的西北公司。几年之后，西北公司又与哈德逊湾公司合并，从此阿斯托利亚的皮毛贸易长期由哈德逊湾公司掌控。了解加拿大历史的朋友一定了解哈德逊湾公司。哈德逊湾公司从皮毛贸易起家，一度像准政府机构一样管理北美大片土地，后来转型为现代零售企业，对加拿大的历史和经济有深远影响。所以说，阿斯托利亚这座小镇的历史，既有美国的开拓野心，也有哈德逊湾公司的深远影响。再往前开就是美国著名的101号公路。101号公路是美国西海岸非常著名的一条公路，
它北起华盛顿州的奥林匹亚，南到加州的洛杉矶。比起美国著名的66号公路，它更适合自驾游和房车旅行。因为66号公路穿越内陆沙漠和平原，自然风光匮乏，更多的是历史文化体验。而101号公路几乎全程沿海而行，悬崖、沙滩、灯塔、红木森林、港口小镇，道路状况良好，而且美景更加丰富。我们就是自驾101号公路时看到无数的房车和房车公园，才迸发出了房车旅行的念头，所以我们对这条公路颇为印象深刻。它几乎成为了我们每年南下加州甚至更远目的地的必经之路，因为这条公路能够让我们实现边走边玩，让我们完全忘记自己是在赶路的一种状态。挺好的，直直的下来就行了。好像应该到了。这也就是我们赛所在的地方。整个园子呢，比较像那种标准的商业营地，但是很干净，然后也很平整，也没什么树，就我们这儿像盘景一样的有一棵树。Melody 的午餐已经快准备好了。经过4个多小时的行车呀，我们已经落位在了俄勒冈。今天俄勒冈的天气还真是不错，我们生怕俄勒冈的阴天。就像当地人讲的一样，如果你去海上看到有雾呢，他们就会说 That's Oregon， 因为俄勒冈的这个海边总是有雾的。所以呢，它也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夏天极其凉快，即便是冬天呢也不冷。那么这是标准的一个美国西海岸北部的一个气候特征啊。所以最近几天呢，我们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国的这个州啊，俄勒冈啊，一个非常没有存在感的州。为什么呢？北边有西雅图啊，华盛顿州啊是科技重镇，南方呢是加州，那更不用讲了，富可敌国啊，所有美国的尖端技术大多数都在加州啊。所以呢，俄勒冈夹在中间呢，显然是一个不是特别有存在感的地方。但是俄勒冈呢，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，就是它是一个免税州啊，因此呢，还在美国西海岸呢相对被大家熟知一些啊。因为加州的也好，还是华盛顿州的也好，甚至是北部的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啊，我们加拿大的 BC 省温哥华，也有人南下的时候来这里选择购物啊，因为这里是一个免消费税的州。好，最近我们逐渐在深入了解一下俄勒冈州。刚才 Melody 啊犯了个小错误，跟我说车里有煤气味儿，我说不应该啊，我说不行，把窗户打开吧。然后待会儿就听见车里的那个煤气监测仪啊报警了，啊，这才发现啊，这个煤气啊开着了之后，他就以为点着火了呢，然后就去干别的了，结果呢，这个炉灶头呢没点着火，光搁那放煤气呢。还好及时发现，当然那个报警仪啊也监测的比较准啊，是这么个过程是吧？对。吓了他一跳，他说怎么车里有煤气味儿？他说啊，还在担心我是不是我外边没连接好，或者车里出什么故障了，导致这个煤气有味儿了啊。Southern Trails 的会员都特别热心，刚才这2个人就在旁边走，母子2个，然后过来开车的这个女的把车停住了，告诉这2个人
说现在俱乐部里，活动俱乐部里有免费的西瓜可吃。这间房子是活动室，里面有个游泳池，这个就是这点好处。冬天的时候我们来啊，也能够游泳，泡热泡池。这边有个乒乓球室，看看老外打乒乓球，怎么打都像老年人啊，真的。不错。来，快。还有咖啡。住在这个交通要道，也有住在交通要道的好处嘛。正好听见他们说话，我就来吃了几块西瓜。买一个大的吧，北美的大西瓜特别大，问题是一个呀根本吃不了，就俩人，净上厕所了。看个小东西在这趴着，挺好的吧？声音。我们隔壁的邻居，他户外东西摆的很有架势。它其实是一个 B 型房车，但是它后面还拖了一个小拖挂，相当于有2室。外面他自己搭了个厅，再加一个厨房。你看它这一个炒锅，下面一个迷你的煤气灶。它这个操作台，你看上面各种菜。里面呢，其实里面那个柜子里面呢，他把那个锅碗瓢盆都放在里面的。这小日子过得真棒，还带个围裙。这种生活认真的人，对自己真不错。我们现在呢是在这个营地的营地中心，旁边呢就是比较多的一个活动区域。说这是打排球的。他们这几个人打得有模有样啊，我感觉是校队的呀，还是他们曾经是校队呢？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，我觉得能够组织起这样一场比赛太难了。远处呢是帐篷区，帐篷区呢一般周末帐篷会特别多。还有这棵树，这棵树呢一边已经红了，一边还绿着，似乎在告诉我们夏天的阳光已经倒计时了。大家再不出门，马上秋天的雨水就要来了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会员中心。远处呢有一些儿童的游乐设施，啊，有秋千啊，有城堡啊。Kevin 就在这儿，他在上传视频，因为这儿的速度呢会比较快。这儿呢，小狗不能进屋子里面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在外面待着。这个地方呢有比较快速的网，里面呢还有每天的上午还有免费的咖啡，各种各样的书籍。如果你想在营地升级你的会员，也可以在这儿建那个会员专家，他会给你一个比较好的价格哦，肯定是比网上好。但是这么一个高速网的地方，居然里面外面只有2组人，大家都在享受户外，没有人在乎这个网速到底快不快。刚刚我和凯文还在聊，对于现在有一些年轻人来说，你跟他说这个地方没有网，他是不是就不来了？所以还是要多走到户外去，享受大自然给我们的生活。你看人家老前辈多惬意啊，在这个营地里玩啊。也有一个好物推荐，就是这个支架和伸缩的污水管。因为尤其在俄勒冈，它有独特的法律，不能把污水管直接落在地上，所以这个已经变成硬性的要求了。所以营地进门的时候，它都会提示你，就是俄勒冈有这样的规定。另外呢，它也有利于通畅的排水，不像有些那个排水管都像弯折成龙一样。那么这样伸缩的管子呢，就是你想伸到多长就伸多长，然后你想要多短就多短，
那么既方便储存携带，然后也方便就是在营地里摆成特殊的造型，或者根据它的走势来让它看起来更利索一些。所以这个是伸缩的，就是这样伸缩的。然后呢，我这个灰水管的这个拉手呢坏掉了，然后我额外去买了一个，准备把它换上去。那首先我得把它卸下来，因为这个是光滑的，所以我准备了一个钳子和一个湿纸巾吧，随便找的，然后掐住它，把它拧下来。我呢额外买了一个新的，然后这个牌子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我感觉它的质量比我原来轻松的好得多。这个是明确金属的，而这个是塑料的。原来这个是塑料的，所以冬天夏天的冻了、热了、晒了，不断的就是老化了。才2年多的时间，而新买的这个，你看它就是金属的，这个之后就不用担心它再被拉坏了。好，现在我就把它换上。如果日后另外一个坏了，我也可以同样去买一个再替换上去。很简单，拧上就可以了。平时这儿就是关，这儿就是开，看起来品质不错啊。